来埃及之前，我也看过很多网上说埃及有多炸裂的视频。来了之后，千真万确，哪哪都是坑。在坐 Go Bus 的时候，被守门的强制要小费；在火车站问下路，基本最后都会问你要钱。出国旅行食物中毒，拉得上吐下泻好几天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我们还都是选在了有门面的餐厅吃饭。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面，连中国同胞一个餐厅老板都要骗我转微信买当地手机流量。路过开罗的垃圾城时，绵延10几公里，坐在紧闭车窗的车里都能闻到漫天弥漫的腐臭味。如果你是没有什么旅行经验的小白，埃及还真的是挺有挑战的。但是如果你来这里升级，立马可以青铜变白金。我们有句话叫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在埃及，你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很多穷苦的人，不管是街上没穿鞋向你乞讨的一个接一个的小孩，又或者是每个月只赚400人民币的摆渡小哥。我问他，你每天接多少客人，老板也不知道，你自己不能多拿点吗？他指了指天空，说我不想骗，我心里过不去。2023年，埃及的人均 GDP 才3400美元，比越南还低1000美元。在和司机聊天的时候，司机说，埃及现在的领导人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，现在治安抓得很严，大力保障游客的安全。这个我确实也能感受到，埃及总体其实非常安全，特别在重要的景点地区都能看到很多维护人员。而且埃及的基础建设真的在非洲来说可以算是第一梯队的，这里公路都修得非常好。开罗可是在1987年就拥有非洲大陆第一条地铁线，现今整个非洲大陆也就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拥有地铁。埃及目前的经济状态就让人民不得不想尽办法，能骗一点是一点。其实哪个国家没穷过呢？穷的只赚几百块一个月的时候，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一口饭吃。这种经济程度放在很多国家可能都是犯罪不断，所以我们如果能帮忙的多给点小费，也算积福报了。这其实也是旅行的意义啊，去看看别人不一样的生活。我是大力推荐埃及作为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，不光可以打怪积累旅行经验值，而且埃及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看的地方。金字塔、帝王谷、埃德父神庙、卢克索神庙、卡纳克神庙，个个都会让你叹为观止，感叹世界上曾经真的存在过如此辉煌的文明。